在外人面前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二流子，可在哥哥的眼里我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，甚至连睡觉都是跟大哥一家4口挤在一个炕上。只是好吃懒做的我不仅被工厂开除，还害得大哥掉下山崖尸骨无存，因此嫂子和侄子侄女跟我反目成仇。随后的40多年里我深陷悔恨和自责，最终在上厕所时太用力导致脑溢血，结束了我孤独的一生。可再次睁眼我竟发现重生到自己被工厂开除的那年冬天，此刻我正拿着木棍站在零下30度的冷风中尿尿。当再次听到大哥和大嫂吵架时，却不禁笑出声来。嫂子还没视我为仇人，侄子和侄女还在健康的成长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你不是说小龙不回来吗？他回来咱们家烧的炭不够了咋办？大冬天的挖红柳根也挖不出来啊！只听大哥魏建国的声音有些低沉，这事你别管了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个屁办法？你去队里借到时咋还？1年挣的钱都不够还的。可这寒冬腊月天的总不能让小龙冻着，那干得好好的怎么就回来了？哪个好人能被厂子里开除？当时为这个工作花的50块钱能要回来补？别问了，给你说了，我来想办法。上一世大哥魏建国东借西凑花钱把我送到乌城食品厂去当工人，1个月工资就能拿到几十块，我一度成为队里年轻人羡慕的对象。但现在被食品厂开除，而我也知道就在2天后柳如烟就会过来和自己分手。上一世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，也是导致大哥魏建国摔死的间接原因。老天爷竟然让我重活一世，我坚决不能让悲剧发生。对于柳如烟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，我觉得分手挺好，就算柳如烟不提我也会主动分手。北疆冬天零下30多度，此时我感受着屋子里的温度，计划着接下来怎么搞。就在我想得出神时，院子里传来了匆匆的脚步声。大哥魏建国打开门，看到是队里的混子青年顾二毛。二毛啥事？建国哥，我听说魏龙回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在屋里呢，你有事？顾二毛顾不上回答，就直接奔向屋里。裹着烂棉袄的顾二毛看到我眼睛一亮，你真回来了？兄弟，我现在有难了，得找你帮忙。顿时我心里警惕起来，你先说下，不过我可不一定能帮上。我明天要去3对乡看对象，现在手里没钱买东西，你借我些钱。上一世我为了充大方，把身上的10多块钱都借给了顾二毛，结果家里没钱买炭，大哥魏建国去队里借炭，欠的账压了3年才还清，而顾二毛借的钱却一直到我死都没还上。我也没钱。顾二毛一脸的惊愕，怎么可能没钱？你在厂里工作1个月也有几十吧，1分没存肯定不可能。说着就上手要翻我的兜，见状我一巴掌把他的手给打掉了。给你说了没钱，难道我不花吗？我住大哥家吃大哥大嫂的，难道我不给他们交点钱？再说了，你有难处怎么不找你哥去？我又不是你亲哥。一顿毫不留情的输出让顾二毛懵了，随即他涨红了脸，生气的说道，不借就不借，哪有那么多屁话？魏龙，我算是看错你了，以后你别说我是你兄弟，怪不得被开除了，我看你是活该。说完气愤的摔门而去。其实我也知道等不到明天，顾二毛就会把自己被开除的消息给放出去，而听到消息的柳如烟就会来找自己要求分手。此时听到动静的魏建国夫妇2个对视一眼，都有点不明白，以往对顾二毛言听计从的我今天反应怎么这么剧烈？于是嫂子梁月梅猜测着食品厂开除那是让小龙改性子了。正说着我从东屋走了出来，2个人立刻就住了嘴。只见我掏出10几块钱递给梁月梅，嫂子，我回来的比较突然，家里柴火应该不够，这钱先买些炭吧，这2天我会去找些柴火回来，你别担心。闻言大哥魏建国一瞪眼，这大冷天零下30多度哪找柴火去？其实嫂子梁月梅对我并没有太大的意见，见我有这个态度她就挺满意了。钱你收起来，年轻人身上得装点钱。见状我把钱塞到梁月梅手上，不能光让你们给我花钱，好歹我也快20了，先前有些不长脑子做了一些错事，但现在我知道那些事做的不对，反正冬天也没啥事，穿厚点就行了。说完我转身回了自己屋。不一会儿5岁的小侄子魏强推门进来，用袖子抹了一把鼻涕说道，叔俺找你玩，你那么远回来带啥好玩的没有？顿时我有些惭愧，不说给哥嫂买东西了，就连侄女魏红英侄子魏强也没给买点啥礼物。我翻了翻自己的包纸，掏出1盒包牛奶糖的糯米纸。侄子魏强眼睛一亮，叔，这个能吃吗？能吃，但是没肉好吃。闻言侄子魏强眨着那双透彻的眼睛看了看我，叔，我想吃肉。那行，明天我去砸冰窟窿抓鱼，保证咱们过年吃上鱼肉。可侄子魏强小声的说道，我今天就想吃。随后侄女魏红英训斥着弟弟，不吃肉也不会死，天快黑了，快回去准备睡觉去。于是我看了看外面，笑着对魏红英和魏龙说道，你们等一会儿，我给你们抓几个老雀烤着吃。只见侄子魏强抽了抽鼻子，又用袖子抹了一把，叔真的能抓上吗？俺跟你一起去。随后我想了想说道，行，外面太冷了，那你去戴个帽子。见状侄女魏红英小声说道，叔我也想去。说完我们3人立即带上超网出门。这时天已经慢慢黑了下来，现在逮老雀正是好时候。于是我指了指一边的草垛子说道，跟我来，待会超网一铺就能逮着，你们要帮着拿。听到这话，侄子魏强更加心急地问，叔看到没有？侄女魏红英拍了他一下，别说话，没看书正在找着呢吗？其实我也好久没有干这活了，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了一对亮晶晶的眼睛，找到了。于是我拿起超网往前猛地往上一舞，一只老雀惊慌失措地飞进了超网里。看到这一幕，侄子魏强激动地拍手，紧接着我把老雀递了过去，强强你抓好了，可不要松手，不然待会儿没有老雀吃了。闻言侄子魏强郑重地点点头，然后小心地把老雀接了过来。于是我笑了笑，便举起手电继续找。由于冬天老雀过夜比较困难，所以我断定草垛里肯定不止这2只。果然很快我就又发现了一只老雀，这次带到后交到了侄女魏红英的手里。随后继续寻找下一个草垛，我走在前面踩出脚印，魏红英和魏强2个在后面照着脚印往前走。
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。不过这一次我聪明了，并没有立刻用超网逮，而是从边角开始一只只去扑。目前成功抓到的这些老雀已经没办法再放手里了，所以捉到了我就直接拧断了脖子，丢在雪上，等全部抓到后再一起拿回去。拿着今天的收获，3个人回到院子里。梁月梅听到动静，快速走了出来，在我手电光中看到2个孩子的裤腿上都是血，呵斥道：“跑哪里去了？浑身都是血，快进屋换鞋子去！”只见侄子魏强倔强地举着手里的老雀，我要吃老雀，我要吃肉。于是不等嫂子开口，我便笑着说：“你们先去换鞋，我得先把老雀收拾干净。”有着前世的经验，老雀处理起来很容易。此时衣服换好回来的小侄子魏强仰着头问我：“叔，啥时能吃？耐心一点。”眼看侄子魏强口水都要流下来了，前世我根本不会去做这些，但现在能让侄子侄女少受点苦，这又算啥？很快屋子里弥漫开了混合着麻辣气息的肉香味儿，此刻就连侄女魏红英也忍不住咽了口水，盯着炉盖子上的老雀，眼睛一眨也不眨。一会儿我便取2只烤好的老雀放进盘子里，对着红英说道：“去拿给你爸妈，这得他们先吃。”随后我再拿起一只老雀递给了魏强，只见俩孩子吃起来是一点肉都不放过，小骨头就直接嚼碎咽了下去，吃完后还把手舔得干干净净。顿时我心头一酸，这俩孩子真是缺肉了呀！想到自己发了工资，除了买衣服，剩下的就去国营卤肉店解馋，自己真不是人。看着魏红英、魏强吃完还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我心里是真的过意不去。原本打算休息的我又起了新的心思，反正没事，自己手头又有手电，趁着这机会晚上再出去一趟呗。不过这次我并没有声张，悄悄地穿戴好，又去在院子里拿着抄网和尿素袋子，便拿着手电出了院子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寻找杂草和庄稼根堆，那里是呱呱鸡最喜欢待的地方。至少在我看来，呱呱鸡这种禽类其实挺笨的，不到迫不得已，这玩意儿通常情况下是不跑的。现在是零下30度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打开手电，立刻开始寻找起来，不能在外面待得太久。很快我就发现一土堆边的雪有被扒过的痕迹，露出了下面的枯草和庄稼杆子。再继续往前看，发现前面有10几只呱呱鸡卧在那里。见状，我赶紧关了手电，仔细往那个方向看，勉强走了过去，在距离他们不到1米的地方，我便拿起抄网慢慢举了起来，又慢慢扣了下去。就这样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扣在抄网里。他只是扑腾了一下，就被我装进了尿素口袋。在看到这一只个头不小后，我顿时开心起来。是有2只，即便被惊动了，还是没有舍得离开草窝的，也被我顺手抓进了尿素袋子。不到1小时的功夫就抓了5只。此时的我也实在没劲了，得尽快回家泡个脚，不然明天铁定得病一场。但看着手里的呱呱鸡和打胜仗一样开心，明天侄子侄女有好吃的了。第2天一早，侄子魏强搓着手推门走了进来，小声说：“叔，俺还想吃肉，俺姐不让俺说。其实俺知道他也想，那中午咱们吃肉好不好？”闻声，侄子魏强仰着头眨着眼睛的问：“叔还是吃老雀肉吗？那个好吃，就是肉太少了。”见状，我摸了摸魏强可爱的脑袋说：“是呱呱鸡，咱们先吃早饭。”只见侄子魏强大声对姐姐说道：“姐，叔说中午吃呱呱鸡。”谁知侄女魏红英没听清，但让大哥魏建国听到了，呵斥了一句：“吃啥呱呱鸡，去哪抓去？”此时魏强有些委屈地说：“是我叔说中午吃呱呱鸡。”于是魏建国和梁月梅都看向了我。我昨天晚上逮了几个放雪里了，待会儿吃过早饭打算收拾一下。大哥魏建国一脸的惊讶：“抓了几个呀？自己的弟弟啥成色，他很清楚这是啥附体了。”我有些得意的伸出手，用5根手指头比划着，然后带着他们去院子看看。我木锹揭开雪壳子，扒拉了2下，便露出了放在一起的呱呱鸡。只见小侄子魏强开心地数着，真有5只。就在大哥刚准备问我点什么的时候，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。此时我只想尽快把呱呱鸡放起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只见一个女孩出现在了大门口，我只是看了一眼没说话，而大哥魏建国笑了笑，主动打着招呼：“如烟来了呀。”令柳如烟没想到的是，我们兄弟2个加上2孩子都在屋外面。当再看到我脚下的那几只呱呱鸡后，嘴里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。刚才在路上他已经想好准备要说的话，可这会儿却说不出来了。看着呱呱鸡，柳如烟心想，其实提分手的事也可以晚几天的。大哥觉得谈对象的2个人说话少听为好，于是便转身准备回屋。不过我并不在意别人在不在，便直接问柳如烟：“你是不是从顾二毛那里听说我被开除了，所以过来要和我分手？”此时大哥魏建国猛地停下了脚步，扭头有些意外地看向了我，随即又看向了柳如烟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我竟然率先把话说了出来，顿时让他陷入了被动，但又担心我说出不好听的话来，便急忙开口：“是啊，分了吧，你都被开除了，肯定是没干啥好事。当初你追我时觉得你心诚有前途，只是没想到你品性这么不好，我可不想以后被牵连。”其实他说这些也在赌我会挽留他，甚至直接送给自己1只鸡。我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和我分手，还惦记吃我的鸡没门。那咱们就分手吧，我不连累你。此话一出，顿时让柳如烟觉得很不解，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。但当着大哥侄子侄女的面，他也不可能跟我说不分，所以他忍不住看了一眼呱呱鸡，随后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：“那就分手吧。”说完扭头就往外走去。见他走后，我顾不上大哥惊讶的表情，立马说：“哥，咱们得赶紧把呱呱鸡放屋子里。”这时嫂子梁月梅高兴地说：“真有5只呀，这年头能吃顿肉真的是很难得的。”闻声，大哥魏建国乐呵地附和着：“雪这么大，呱呱鸡可不好抓，咱们队上就没几家吃过。嫂子，今天咱们做2只吧，再拿2只给红英她外爷，剩下1只留着备用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此时魏建国和梁月梅2个人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目光中的惊讶和意外。以前我有啥好事从来不会想着梁家，突然的转变他们一时还没适应。吃过午饭，我对大哥魏建国笑了笑说：“大哥，我打算明天借队里的马车去山里拉点木头回来。”只见大哥瞪着我说：“不行，现在那么冷，山里的路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去了能干啥？丢山里就麻烦了。”可我胸有成竹，我在食品厂里一个同事他就住山边上，他带我进山早早出发，争取当天就赶回来。最终大哥魏建国同意了我的想法，那你等着我去帮你借马。大哥，这事你不用管了，我弄点其他东西来得给队长意思一下。说完我便出了门。此时嫂子梁月梅看到我从昨天到今天的变化，她觉得哪怕工作丢了也值了，不仅懂得关心人了，还知道疼侄子侄女，也知道替大
大哥分忧了。大哥魏建国则拍着脑门想，以前自己怎么就没想过去山里拉木头呢？而我则为了能顺利借到马车，准备去凿冰捞鱼，全副武装后扛着东西往村南走去。就在快到小海子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喊我，回头一看，竟是村里的大个头陶大壮。龙哥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去你家找你，结果你哥说你来小海子抓鱼了。只见陶大壮气喘吁吁的走到我跟前，立马接过我手里的袋子，袋子给我，你是当工人的料，干这个不如我。那行，等逮到鱼咱们一人一半，有了伴往小海子走就轻松了一些。等我们选好地点就开走，不到10分钟就掏出一个坑来，紧接着大壮便拿着十字镐开始扩大坑口。见这情况，我也转身去了芦苇那边，捡别人割掉不要的毛尾子到清出来的冰面上，从兜里掏出打火机点起火来，不到2个小时凿出2个窟窿。于是我提着抄网说，大壮，走看前面那窟窿有没有鱼。陶大壮满怀期待的跟着我去往先前那个窟窿处，零下30度的天，刚凿好的冰窟窿就结了一层薄冰。于是我用拳头敲破薄冰，当看到有鱼影在水里一闪而过时，便拿着抄网慢慢伸到水里，感觉到抄网里有东西在动弹，我立刻往回一收，整个身子靠在后面的冰上，用力把抄网提了上来。只是此时陶大壮的声音都变掉了，鱼大板鲫，这一抄网捞出来7、8条鱼，差不多有3、4公斤重。见状，陶大壮央求着，龙哥让我来一网吧，行你来吧。让我来一网吧，行你来吧。刚才甩出来的鱼说话的功夫就已经冻上了，这会儿我伸出手凑近火堆烤着，眼睛紧紧盯着陶大壮那边的情况，生怕他再出点什么岔子，然后用尾子当绳穿，将10来条鱼穿成一串放一起。只见大壮猛地一提网，将网里的东西甩在了冰面上，这一网子有5、6条鱼，冰上温度比水下温度低太多，很快就冻僵了。我开心的把鱼窜了起来，对陶大壮说道，大壮不错呀，这条5道黑拿到县里至少能卖2块钱。听我这么一说，陶大壮一下子就震惊了，真能卖这么多？于是我笑了笑说，当然能，现在快过年了，那些城里人想吃鱼不得出的价钱高点，那龙哥你说以后咱们逮鱼到县里卖怎么样？我赶紧摇了摇头，那太遭罪了，能把人给冻坏了。可他却一脸的坚定，不怕就怕没钱。就在我看到陶大壮坚定的眼神后，想了想说道，我明天要去山里拉木头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陶大壮想要逮鱼卖鱼就只能靠我，毕竟现在不是谁家都能有条抄网的。据我所知，全队40、50户人家里有抄网的不超过5家。去山里拉木头你一个人吗？那我陪你去吧，那你得穿厚点。于是我决定今天晚上就把鱼往队长家里一送，他还能不让自己用马车？想到这我心情愉悦，陶大壮也开心。今天俩人一共捞出10几公斤鱼来。我已经累趴了，便对陶大壮说，大壮不干了，走回去吃饭。此时的大壮意犹未尽，龙哥再捞几网吧，每一网都有鱼，说不定待会儿还有大的呢，不能再等了，你看看你身上衣服都湿透了，再待下去非重病一场不可。我一边收拾着工具和鱼，一边说道，走，快到我家烤火。对了，你在路上拿血搓一下耳朵，别真冻坏了，没事捂一下就好了。于是陶大壮提着10几公斤重的鱼在前面烫血，而我则提着工具跟后面走起来会轻松。我知道这是陶大壮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。2个人气喘吁吁地赶回到我家，大哥魏建国听到脚步声开门，就看到2个人一身冰壳子，快进屋把东西扔地上，先去烤火换衣服。此时屋里的炉子上有一盆水，我伸手试了，感觉水温了，便对陶大壮说，来泡泡脚，不然明天就得起冻疮，待会儿就在我家吃中午饭，吃过休息一下，咱们再去捞一次鱼，估计到时候鱼更多。只见陶大壮使劲的点头，好。他没有工具，没有门路，只有一把子力气，现在我肯带他，他自然万分愿意。暖和了一会儿，侄子魏强推开门，抹了一把鼻子说道，叔我妈让我喊你们吃饭了。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一进屋就闻到一股子浓烈的香味儿。只见此时的8仙桌上摆着一大盆土豆炖呱呱鸡，累坏了吧？我看你们捉的鱼可不小，晚上咱们熬鱼汤喝。梁月梅一脸笑意的说着，毕竟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最难为的是主妇，现在能吃上鸡鱼已经是比过年还要好的伙食了。大壮，咱吃饱了还得去一趟小海子，砸个冰窟窿不容易，不能浪费了。于是大哥魏建国问道，咋还要去？我们砸的冰得有半米深了，海子里鱼多，等一段时间，冰窟窿那里聚的鱼更多，下午再去一回，说不定能搞更多的鱼。闻言，大哥立刻说道，那我也一起去，多弄点回来冻上，能吃到过年。很快一盆菜即将见底，嫂子梁月梅去下了一宽面到进盆里。此刻的我是一点也不想动弹了，叔太好吃了，过2天你能再捉呱呱鸡吗？呱呱鸡不保证鱼肯定不会少。说完我站起来帮着嫂子梁月梅收拾碗。就在刚刚，梁月梅越发觉得自己的小叔子是真变了，这样的事情以前她是不可能做的。不一会儿，3个爷们便全副武装前往小海子方向。陶大壮再次一马当先在前面开路，膝盖深的雪已经被烫出一条窄路来，在走的时候就没那么困难了。20几分钟后，3个人来到了冰窟窿的位置，果然原本的水面已经冰上了一层薄冰。于是陶大壮用铁锹通通几下将冰砸碎，然后用抄网把碎冰捞走后开始抄鱼。此时我也没闲着，又聚拢了一堆毛尾子开始点火。第一网出来的3、4条鱼都是1公斤以上的鲤鱼和草。见状，大哥魏建国急忙往尿素袋子里捡鱼，边捡边不时往陶大壮那边看着，他有些迫切的想要试一网。可到了第2网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跟着3、4条鱼被倒了出来，吓得大哥惊魂失色。小龙，快过来看看那黑乎乎的这是什么东西。我眼尖看到这玩意儿后大喜着说道，大哥这是水老鼠，快拍死。水老鼠是啥？大哥魏建国虽然没明白是啥东西，但反应却不慢，抄起铁锹狠狠地将那个行动缓慢的家伙给拍在了冰面上。这玩意儿虽然行动缓慢，但这家伙的嘴里那2颗大牙可一点也不慢，很快就啃出一个坑来。大哥魏建国急忙又拍了2下把这玩意儿给拍死。
死了。他看向我，想听听我怎么解释这玩意儿。于是我解释道，这家伙是水老鼠，官名叫麝鼠，又叫青根雕，皮很值钱，这张至少能卖个5块钱。一听一张这水老鼠的皮能卖5块，顿时大哥魏建国和陶大强两个眼睛都亮了起来。5块钱得干多少个工才能挣出来？这年头因为北疆地块混个温饱没问题，但想要挣到钱就不容易了。还记得去年生产队里年底有近一半的农户是欠生产队钱的。想到这，大哥魏建国立刻说道，大强快捞一下看看还有没有。陶大强也反应过来，立刻弯下腰往冰窟窿里掏去，这一网足有7、8条鱼，加起来得近20公斤。但在没有水老鼠，如果放先前看到这鱼他还开心，但现在这鱼也不那么香了。此时魏建国迫不及待地说道，大强你上来烤火，我去那边冰窟窿试试。水老鼠成功的将大哥和陶大强的积极性又往高的调动了一下，果然大哥在另外那个冰窟窿两网掏出7、8条鱼来，却没见水老鼠的踪影。大哥大强现在不急，这水老鼠一到春天化冰的时候，一窝一窝的出来，到时就好逮了。大哥魏建国虽然有些不甘心，但知道也只能这样了，一直到太阳西斜快落下去的时候才确定回去。回去之前我将冰窟窿用雪给盖住了。见状，陶大强对他的动作有些不解，过2天不还用吗？要不盖的话，过2天水会慢慢溢出来，到时砸起来麻烦。现在用雪盖住，到时铲掉雪，下面冰冻的就没那么厚。陶大强觉得我说的好有道理。太阳落山前回到了家里，此时的嫂子梁月梅已经用一条鲢鱼熬好了鱼汤。我们3个人进屋后先各喝了一碗，感觉身子一下子就暖了过来。不过陶大强喝了一碗鱼汤就说道，建国哥龙哥我先回去了，先把衣服烤干，不然的话回去你爸肯定也要抱怨。陶大强认真的说道，没事，我拿几条鱼回去他肯定高兴呢。那也烤干，明天我一早就走，你要跟我去得把衣服穿厚点。我好说歹说让陶大强又喝了一碗鱼汤，然后才提着鱼回去了。原本我的意思那水老鼠是他网上来的，就该大强带走，但大强坚决不要说是用魏家的网的，他能拿到鱼已经很感谢魏家了。我打算把鱼平均分成3份，给他1份得有10几公斤，但陶大强只用芦苇穿了5条鱼提着就回去了。大哥魏建国看着陶大强离开说道，大强这人不傻。我自然知道陶大强不傻，只是别人以为他又笨又傻，他的家人同样是这样认为。此时侄女魏娟喝着鱼汤，眼睛弯成了月牙，心情好的不行。昨天上午之前还连肉都吃不上，就1天的时间，先是老雀然后是呱呱鸡，现在又是鱼管够，这日子真幸福啊。侄子魏强也端着大碗用筷子挑着里面的鱼肉吃，不时抹一下鼻子，他偶尔还会看下李龙，心想着后面怎么能跟小叔说一声让自己也去逮鱼啊。大哥我提2条鱼去许队长家里，顺便说一说借马车的事情。大哥魏建国迟疑了一下说道，2条是不是有点少？可我说不少了，2条2公斤很不错了。他借马车也不可能因为这鱼白借，咱没必要多拿东西，这一次2条鱼就好，如果拿多了下一次再借没鱼了咋办？以前的我从来不会考虑这些事情的，但上一世大哥去世，嫂子一家恨我，最后和一个寡妇搭伙过日子，吃了不少亏，算是把日子过明白了。现在这日子我要倍加珍惜。这年头野生鲤鱼非常的漂亮，挑出2条比较匀称的，看着就让人欢。然而出门没多久就碰到了顾二毛，顾二毛看到我一脸笑意迎了上来，小龙你逮到鱼了分我1条呗。我顿时被这个贱人气乐了一把，打掉他的手说道，我有正事没空和你在这里皮让开。顾二毛收回手，双手拢进袖子皮，笑脸说道，咋还生气了呢？我和你开玩笑呢。我刚得到的消息，将家里买了电视，专门过来约你过去看看。说着还看了一眼我手里的鱼，我摆手，没空，我有事要办，你想看自己去看吧。说完我绕过顾二毛往队长许成军家里走去。重活仪式有些没意义的关系就不必去维持了。见许成军家里点着煤油灯，于是我敲门。许成军的孩子许明娃开的门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扭头往屋里喊着，爸，魏强他叔来了，还提着鱼。此时的许成军正在炕上听着收音机，在这年头收音机可算是大件了，但听儿子说我提着鱼，便从炕上下来，站起来笑着说道，小龙来了呀，怎么还带上鱼了？听说你不在乌城厂子里干了？能力有限，咱上学少，知识水平有限，有些活干不了就回来了。这是今天从小海子里逮的鲤鱼，我提过来2条，你们尝尝。许成军的媳妇马红梅看着那2条鱼，脸上都笑开了花。这鱼不小呢，砸窟窿可不容易吧？还嫌我们年轻吗？我把鱼交给马红梅，对着许成军说道，队长我有事和你商量一下。许成军掐了烟，啥事你说能办的原则下我都给你办。队长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这我回来了，我哥准备的炭和柴火不够了，我想借队里的马车去山里拉些柴火回来。只见许成军听了微微摇头，那不成吧，你人生地不熟的，能不能找到柴火？就那山里的情况那么复杂，你去了迷路了，回不来了，我咋和你哥交代？于是我笑了笑，队长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一个关系不错工友就是清水河的，我们一起也不进深山，从他们那里整点不成材的木头就行。许成军思索了一下，然后对我说道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也不劝，不过公事公办，咱们队里就这几匹马出车的话，那是要算公分的，多少公分我早就知道这一项，因此并不意外。许成军见我没有意外，心里有点高，看我一眼了，他以为我提了鱼过来自己说公分的事情，我肯定是要搏一下的，马一天就是1块6，车就不给你钱工了，怎么样？于是我当场就掏钱，行。我回到家里又提了1条鱼去了马号，马号是生产队养马的地方，有专门的人喂马，养马的姓罗，村里人叫他老罗。看到我提的鱼又有许成军的条子，老罗笑着说一定把最好的马给我备好。此时的陶大强兴冲冲回家的时候，发现家里并没有给自己留饭，他的心一下子就凉了，于是把2条鱼放到厨房后，冲里屋的父亲喊了一声，爸咋没做饭呢？陶建设听到小儿子的声音，取下烟锅磕了磕说道，你那么晚都没回来，你侄子毛蛋过来说完的饿了，把给你留的饭给他吃了，你要饿了厨房还有洋芋，你搁炉子下面烤2个吃吧。陶建设这话说的心平气和，陶大强听着也觉得没啥。陶大强的哥哥大勇已经结婚了，生了儿子毛蛋，那可是全家的宝，他原本就从小到大就被家里说笨，父亲哥哥包括嫂子也是这么说，逆来顺受习惯了的。但今天在魏家先吃了呱呱鸡，又喝了鱼汤，自己又逮到了鱼，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，便
提高了嗓子说道：“爸，我逮回来鱼了，我要做鱼吃。”陶建设一听陶大强逮回来鱼了，有些意外，从炕头上爬起来喊了一声：“你逮回来鱼了？啥鱼？拿过来看看。”见状，陶大强就提着鱼自豪地从厨房走过来：“哟，这鱼不错呀，哪里抓的？”陶大强很自豪地说道：“和龙哥去小海子里抓的。”“行吧，你把这鱼拿你哥家里去吧，家里油不多，做鱼不得用油啊。”“我不用油，我炖鱼汤就光用水。”陶建设突然发了火，拿烟锅敲了一下陶大强的脑袋：“你妈死得早，等我死了，你这么笨不得靠你哥生活。现在你不巴结着你哥，等到时候你连饭都吃不上。”可陶大强今天犯了倔，就是不送。我跟着我哥这一冬还没吃饱过呢，晚饭还让毛蛋给吃掉了。我跟着龙哥不仅能吃饱，还能吃鸡，还能吃鱼。我不吃鱼了，你想给谁给谁去吧！气得拉开门往外跑去。陶建设举着烟锅，有些茫然好一会儿。这兔崽子翅膀硬了，不听话了，还反了他了。看着脚下的鱼，叹了口气，弯腰把鱼拿了起来，放进了厨房，打算明天陶大勇过来的时候把鱼分3条，让他带回去。我从马号回来的时候，看到自己家院门外面有一个黑大个在晃着，立刻警惕起来，大声喝道：“谁？”陶大强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龙哥，是我大强。”我放下心来，走近问道：“你来干啥？明天一早就要走，咋不早点睡觉去？”此时陶大强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睡不着，想住你家，明天好和你一起走。”虽然我感觉有些奇怪，但既然陶大强都来了，总不能把人赶回。行吧，我已经把马车借好了，咱们早点休息，明天早点走。陶大强见我没多问，就默默跟在我的身后。回家后，大哥魏建国听着我把马车已经借好了，便说道：“今天累了一天，你们早点休息睡觉吧，明天早去早回。对了，小龙，我把那个水老鼠的皮扒了，你们明天赶到县收购站看能卖几块钱，路上买点吃的。”这时嫂子梁月梅也说道：“我明天早起给你们蒸些发糕带上，装挎包里放好就行。”闻言我点点头说：“好，那我们去睡了。”天刚妈妈亮我就醒了，顺便叫醒了陶大强，两个人快速的穿好衣服，出门到了西屋。此时的嫂子梁月梅已经在做饭了，看着桌上的鱼汤，陶大强没来由的一阵难过，他急忙去洗脸掩饰了过去。早饭吃完，大哥魏建国把包好的水老鼠皮卷起来装到了袋子里，嫂子梁月梅则把包着发糕的挎包交给了我，叮嘱：“你们两个路上饿了就吃，别不舍得。”就在我出发后不久，我家来了第一个串门的人，陆家大嫂。听说你小叔子被开除赶回来了，今天还去山里拉木头，这村里不够他折腾呀，这出的是啥洋相啊？我这个败家子这在生产队里是公认的，也难怪陆家大嫂会跑来专门给我嫂子梁月梅说这事情。以往嫂子梁月梅听到这话通常都会埋怨小叔子一顿，但这一次嫂子却替我开脱，小龙这回是真的打算弄些木头回来，他有这心我们肯定也是要支持。陆大嫂有些意外，梁月梅怎么转性了？你小叔子都被工厂给开除了，你们花出去的钱都抓瞎了，我看你还跟没事人一样啊，要是我早就骂出去了。可嫂子梁月梅一边内着鞋底一边笑着说：“谁还没有个犯错的时候，人该有进步就行。我感觉小龙这一次变化挺大的，让开除了也算是好事，不是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吗？”嫂子话音刚落，外面传来了一个招呼声：“大姐夫大姐我来了。”只见嫂子梁月梅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，应了一声：“文玉快进屋来。”来人是梁月梅的弟弟梁文玉，他手里提着一袋子东西走了进来，把东西放在墙边上，摘下棉帽子，冲陆家大笑笑，然后问梁月梅：“我大姐夫呢？听说魏龙回来了，他不干了。”嫂子梁月梅倒是没想到事情传得这么快，有外人在她也不好多说，点点头说道：“你大姐夫在东屋忙着呢，你咋来了？老爹老娘让我过来看看你们，带些东西过来。”见陆家大嫂走后，梁文玉才说道：“老爹让我带些白面，还有20块钱。魏龙回来，你们家的炭肯定不够烧，老爹的意思是先在队里买一些熬过去再说。”梁月梅听得出来弟弟的话里有怨气，她笑着说道：“不用了，魏龙去山里拉木头了，今天就能把木头拉回来，我们家的柴火就够烧一冬了。你姐夫在整鱼呢，你回的时候带几条回去。”闻言，梁文玉眼睛放光：“鱼？哪来的鱼？魏龙带着你姐夫去小海子里砸冰窟窿，逮的不少呢，那怪受罪的吧？这么冷的天，也亏魏龙能想出来，他也就知道完了。”梁文玉对我有意见，这是魏建国和梁月梅都清楚，毕竟我以前是真的不成器。进了东屋，梁文玉一看洗衣盆里的那么多鱼，大感意外：“大姐夫，你们这鱼整的也太多了吧？”大哥魏建国正在剖鱼，看到梁月梅身后的梁文玉：“文玉来了呀，这鱼是小龙砸的冰窟窿搞的，我也没想到冬天砸2个冰窟窿能搞到这么多鱼，个头还这么大。小龙走的时候说，等回来要给你们送一些过去。对了，还有2只呱呱鸡鸣。”此时的梁文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你说这是魏龙整的鱼，还有呱呱鸡？大哥魏建国看梁文玉的表情，有些想笑又有些自豪。是啊，这回虽然他被开除了，但变化很大。大舅呱呱鸡真是我叔逮的好吃的很。侄子魏强抹了一把鼻涕，大声说着：“文玉，你拿10条回去，冬天给老爹老娘炖鱼汤喝，等年前我们再整一回，到过年给你们再送过去。”梁文玉问道：“大姐夫，魏龙去山里拉木头了，那能行吗？山里那地方人少，又没啥好路，不能成吧？”大哥魏建国坐在炕头上卷了一根墨盒烟，狠狠抽了一口后才说道：“小龙这次回来变化挺大，这是他自己去借的马车，计划的好好的，那就由着他折腾去吧，反正冬天也没啥事。”“行吧，可惜了那工作了。”“也没啥可惜的，一个工作的机会能换来小龙吃到教训也行了。”魏建国对自己的弟弟还是挺有信心的，当然队里的人并不这么想。就这一天的时间，队里已经传开了，魏家败家子出了公分钱借了队里的马车去山里拉木头，不少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，不过我也并不在意。与此同时，陶大强坐在马车上的草捆子上羡慕地说：“龙哥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赶马车呀？这算啥呀？这路这么平，咱队里的马本身就温顺，只要不刺激它，时不时的关注着让它往前走就是了。”当然说的简单，实际上没这么简单，只是我觉得没必要说的那么详细。马车赶到县里的后，我找到了收购站，把马车赶到路边，抽出几把子草让马在那里吃，告诉陶大强：“大强，你在这里看着马车，我进去看看那水老鼠的皮啥价钱。”好利，他觉得自己终于有点用了。于是我拿着卷着水老鼠皮的包推门进了收购站，一边开口一边取出水老鼠的皮放在柜台上。“同志，我想问问这东西你们收不收？”工作人员陈红军上下打量了一下李龙，又看了
了一眼那皮子，问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这啥皮？水老鼠皮吗？对了，这玩意儿又叫麝鼠是吧？”闻言，陈红军点点头，摸了摸皮子，对，小伙子懂得挺多嘛，还是新皮。昨天掏出来的算是意外吧？这玩意儿春天好搞，现在只说运气好。陈红军把皮子收了起来，皮子不错，这张给你5块钱，后面有的话就按这个价，这算高价了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行，见我出来，陶大强立刻问道：“卖了多少钱？”我比划了一下，笑着说道：“5块。”走去百货大楼，咱们买点吃的再走。闻言，陶大强眼睛顿时就亮了，这么贵，那真要能多弄几张。春天吧，现在小孩子结着冰能弄到一个就已经是运气好了。到了百货大楼，我拿出那张5块炼钢工人纸钞，对陶大强说：“大强，你先进去买1公斤芝麻饼2块砖茶，然后暖和一会儿再出来换我。”龙哥买了芝麻饼1块2毛8，砖茶9毛，这是找回来的钱。不一会我买东西回来后便解开拴马的绳子，说道：“走，现在进山。”龙哥，你的工友就住在这里吗？我含糊了一句：“不过先不去了，咱们直接进山。”对于我直接进山的事情，陶大强没问为啥，龙哥说啥就是啥了。其实我潜意识多次进山路熟悉的很，很快在松林后面看到了自己想要找的目标冬窝子。龙哥，我看那边雪下面应该就有倒下的树，我们就在这里开干吧。我指了指冬窝子边上的坡地，说道：“不继续往前再走一段，那里位置最好。”挺住马车后，我看了看地势，觉得这里不错，然后指了指冬窝子说：“走，咱们过去吃个中午饭，然后再干活。”闻言，陶大强有些意外，去那里吃中午饭，那人家能让吃吗？放心吧，那些人很好客，咱们可是带了东西来的。于是我指了指马车上带的茶叶和盐，卸了马车，把马拉到了冬窝子跟前，就看到2条狗冲了过来，狂叫。冬窝子的门打开，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走了出来，看到李龙他们有些意外，我笑着说道：“你好，我们是过来拉木头的，走累了，能在你们这里休息一下吗？”那个中年人警惕地打量了我们之后，走出来指了指冬窝子不远处的木头桩子，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把马拴到那里。拴好马，男人带着我们进了冬窝子，眼前瞬间就暗了下来。于是我把包里的砖茶和盐拿出来递给中年男人，说道：“这是送给你们的。”陶大强有些心疼，这2样加起来好几块钱呢，中午饭完全可以在外面解决那么多的芝麻饼，那玩意儿只有过年才有可能吃1块。不过龙哥既然做了决定，那肯定是有理由的吧？男人看到我拿出来的茶叶，有些意外，还有些激动。老太太和女人都笑了，能看出来他们是真心喜欢这里。紧接着男人把我和陶大强请上了炕，让我们靠里面坐。老太太和女人开始兑奶茶，男人则出去了趟，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的是一条风干的羊腿，示意我们削着吃，然后抽了刀子打算出去。我见这一家人似乎要搞大动作，立刻摆手：“这些就够了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们要很快吃完，然后装木头回去。”闻言，男人不愿意，我直接拉住了他。看得出来，如果自己不拉着他，大概率是要出去宰只羊的。那搞大了，现在的羊对于牧民来说虽然不算值钱，但平时他们自己也是不舍得吃的。老太太冲男人说了一句哈语，男人要挣脱我出去，情急之下，我私下看了看，然后指着炉子边上的一个东西说道：“不要宰羊，把那个送给我就好了。”男人看着那东西愣了一下，我一看有门，笑着说道：“我就要那个出去能卖钱呢。”因为自己看出来那是鹿角，可男人疑惑地问：“真的？”自己胡乱说道：“真的，1公斤1块钱的这个给我就够了。”男人这才放下了刀子，不过他想了想又走了出去。没一会儿又走了进来，手里提着一只鹿角和另外一只放在一起。我看得出来这只鹿角断了一截，没原来的好看，也没那个种。男人指了指炕上的小男孩说道：“这是内森在林子里捡的，原本我们打算当柴火烧了的。”我和陶大强睁大眼睛说道：“当柴火烧？”我接过中年女人递过来的奶茶碗，热乎乎的奶茶入口，身上顿时就暖了起来，这不比吃着冷发糕舒服得多。陶大强也喝了一口，然后低声对李龙说：“龙哥，你是不是早就计划着到这里来这么赶？”“是啊，咱们这趟过来可不仅仅是拉木头，还得想点挣钱的路子。山里他们比咱们要熟来钱的路子也多。”我一边喝着奶茶吃着馕，一边打量着毡房里，然后挂墙上的一个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指了指那玩意儿对男主人说道：“这是你自己的。”中年男人指了指自己：“早2年发给我们的，我叫哈里木，你呢？”我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陶大强：“我叫卫龙，他叫陶大强，我们家里柴火不够了，过来拉一些。”看到哈里木家里烧的是煤，就问道：“哈里木大哥，你们的煤是买的吗？”“不是从那边山里挖的，挺远的，有1公里吧，没有路，现在不好走了。”自己有些失望，如果能挖到煤的话，拉些煤回去就更好了。哈里木把切好的风干羊肉放盘子里摆在中间让我们吃。我继续问哈里木：“你有枪，那就不会怕狼了吧？对了，这山里有狼吧？”墙上挂的是一支5.6式半自动步枪，扁刺是打开的。哈里木闷声说道：“有狼咬死过3只羊，前几天下大雪又冻死2只羊。”陶大强忍不住问道：“为什么不打狼？”“因为没子弹了，我们去年发的子弹不多，刚入冬的时候野猪比较多，打过几次子弹打完了。”我和陶大强对视了一眼，然后说道：“我能搞到子弹。乡里每年都会搞民兵集训，李龙现在的户口就在生产队，是基干民兵，有打靶任务的。练习用的子弹他余下有10几颗。”只见哈里木眼睛亮了起来：“真的，你要能搞到，我拿羊和你换。”我摆手：“不用，有空我拿上来，冻死的羊给我就行。因为我知道少数民族牧民是不吃冻死的牛羊的，但对于自己而言，冻死的和杀死的又有什么区别？”陶大强也激动起来：“这要能拉只羊回去，那自己分条羊腿也行啊。”他轻轻碰了一下我，小声说道：“龙哥，我也有几发子弹。”哈里木有些迫切地问道：“那你什么时候能再次上来？”见状自己想了想说：“明后天吧，我尽量提前，但今天得把木头先拉回去，明后天能不能借来马还不清楚。那我等你到时给你羊，死羊就算了，我给你活羊。”自己也不是圣母，说道：“不用，其实我还有其他事情找你帮忙呢。啥时候野猪下来，你要打到了给我留着，狼也是你们要狼皮，我要狼骨头、狼肉之类的。”哈里木痛快地答应了：“行。”随后我一口喝干奶茶，站了起来说道：“我能去看看那冻死的羊在不在吗？”哈里木带着我们去了毡房的后面，拿着木头杆子探着雪，最终我们只找到一头冻死的羊。哈里木有些遗憾，其他的应该被狼叼走了。哈里木大哥，你知道不知道其他牧民在哪里？既然雪灾了，其他人那里应该也有冻死的羊吧？你要能找到，我都收。
用茶叶、盐或者其他东西换都行。行，我明天去问问。看完洞阳，我们就下到沟底，从马车上取下斧头，找一处风倒木开始砍木。哈里木是这里的常客，知道哪里木头比较多，带着我们去到沟里一处地方。他指了指雪下，说道：秋天有一次发洪水，那里有许多冲下来的木头，你们可以看看。陶大强立刻过去扒开雪一看，眼前一亮。龙哥，咱们这一趟真是收获大了，光这些木头就够烧好久了。可我还有些不满足，可惜煤那边离得远，不然搞点煤就更好了。两个人心情都不错，而我心里默默算着，这些柴火就不算了，如果明天还能搞到洞阳，那这几天的收入比城里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都要高。重点是这活是可以持续干的，只要跑得勤快一些，等到春天攒个买自行车的钱是没问题。1小时后，我们两个牵着马车来到县城，恰巧还没到下班时间。大强，咱们去收购站先把鹿角卖掉，然后再买点东西回家。好，陶大强自然没意见，他也想知道那鹿角能卖多少钱。两个人到了收购站，我立马拿着鹿角进了收购站。此时工作人员陈红军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了，看到我进来有些不悦，谁这么个不长眼，偏偏赶到下班过来。不过看到我手里拿的东西后，陈红军脸上立刻就挂上了笑容。小同志，上午你是不是来了？同志你好，我想问问这鹿角你们这里收吧？收。陈红军让我把鹿角放在柜台上拿起来看。你这鹿角山里收的，这只挺完整的，但另外一只有点缺。于是我着急的先问价钱，1公斤多少钱收？这鹿角应该是去年秋天脱落的，成色还不错，1公斤给你3块，不少了。这价格可比我心目中的价要高不少。于是点头说道：行，就这价了。只见陈红军拿秤称了一下，说道：6公斤7，我给你算一下，3、6是20块1毛钱，把钱拿好。我把钱数了数收了起来。就在陈红军见我要走时，急忙说道：小伙子，以后有啥好东西就拿过来，我给你好价钱，星期1、3、5我都在。于是我爽快的答应了，然后走了出去。走到马车跟前，我便拿出1张5块的钱递给陶大强。大强，这是分给你的，等回去的时候再给你家卸一些木头。见状，陶大强立刻把钱推了回来，拒绝的也很坚决。龙哥，我不能要，我就跟着帮忙来的，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这钱要放我手里，最后肯定还得让我爸收走。不过想想也是，便改了主意。那我给你买些东西吧，东西买了你爸总不能收走吧？你没手套，看你手上的冻疮，走去百货大给你买双手套，回去就说我给你买的，别让你爸再给了。你没手套，看你手上的冻疮，走去百货大给你买双手套，回去就说我给你买的，别让你爸再给了你哥。于是两个人去了百货大楼，眼看马上下班了，我也没办法再挑，拿了一双带绳子的，掏了4块钱就出来了。这手套你戴上，别给别人了，回家的时候你拿些芝麻饼再卸些木头，这样你爸也不会说你了。陶大强立马答应着，戴上手套感觉暖暖的。随后我俩牵着马车赶回生产队，马车还没到魏家，就有不少人跟着过来看。尤伟龙还真把木头给拉回来了，这一车柴火不少啊，看样子得有几百公斤，能够烧1、2个月了吧。没想到卫龙这小子出息了呀。侄子魏强在路上打老牛丸，看到我和陶大强赶着马车回来，冲过来跟着马车。我从兜里掏出1块芝麻饼给他，然后让他跑回去给大哥魏建国报信，爸我叔回来了，拉了一车木头，好多人跟着。闻言，大哥魏建国急忙走了出去，他等我把车赶进院子，问道：一路上都挺顺利？我笑着说道：还有其他收获挺顺利的。大哥魏建国上下打量了一下我，又看了看陶大强，没有发现两个人受伤，放下心来。其他收获啥收获？搞了一只冻羊回来，能吃几天肉啊？原本大哥魏建国还想问，看到许多人在院外围着，便开口道：帮着把木头卸下来再说。来的人不少，大家七手八脚，很快就把木头卸了下来。木头卸到了院子角落堆柴火的地方，我喊着：留3根木头要拉到大强家里去，还给大强啊！魏龙挺仗义的。有人眼尖的地方，我喊着：留3根木头要拉到大强家里去，还给大强啊！魏龙挺仗义的。有人眼尖看到了木头下面冻死的羊，问道：姨，那是羊？是羊，在山里捡了一只冻死的羊。陆大嫂惊呼：捡的？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不过这该不会被毒死的羊吧？围观的不少人露出羡慕嫉妒的目光，有些人则恶意的揣测着羊的死因。我摇头说：哥，我先把木头送大强家里去，然后把马车还了。其他人见没热闹可看了，纷纷散去。我进了屋，拿了1公斤芝麻饼出来塞陶大强手里。大哥魏建国见我回来后不放心的问道：小龙，这羊真是捡的？侄女魏娟和侄子魏强两个眼巴巴看着芝麻饼的袋子。我小声说道：不是，是我卖了水老鼠的皮，用5块钱买的茶叶和盐去山里和牧民换的。这羊是前2天山里下大雪，牧民那里冻死的，才死3、5天好着呢。魏建国放下心来，那就好，等化开了我把羊皮包了，那肉得给大强家拿些，拿条腿去就行了。你跑出去1天就拿回来几根木头，这么1公斤芝麻饼，那魏家小子捡回来1只羊咋就没你的份？原本开开心心进家门的陶大强，在把芝麻饼交给父亲的时候，没想到挨了陶建设劈头盖脸的一顿骂。他被父亲给骂晕了半晌，才反应过来，辩解着：那羊是龙哥搞到的，自然是人家的呀，我去帮忙，龙哥还给我买了双手套新兔皮手套呢，还在人家家里吃饭呢，我回家连饭都没有，我拿回来的鱼我自己都吃，买了双手套新兔皮手套呢，还在人家家里吃饭呢，我回家连饭都没有，我拿回来的鱼我自己都吃不上，我就算拿回来肉有啥用？陶建设原本也是挺开心的，但后来有人告诉他我拉回来1只羊，他就想着自己儿子跟过去，怎么说也得分些肉吧。儿子竟然冲自己吼，陶建设眼神慌乱了一下，随后拿起烟锅冲着陶大强头上就砸了下去。出去2天你翅膀硬了是吧？敢跟你老子顶嘴了是吧？有本事你跟别人过去啊！你既然在这家里，那这家就是我说了算。陶大强憋屈的喘气如牛，陶建设也气得连连咳嗽。这个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，谁？陶建设没好气的问。建设叔，是我。陶建设顿时有些慌，刚才还说人家坏话呢，
现在人就在外面了，他不好开口，冲陶大强使了个眼色。陶大强没看到父亲的眼色，不过他已经走过去开门了。建设叔，大强那冻的羊我们已经解掉了，这只羊腿是该大强的，你放心，这羊肉是好肉，能吃，我们家已经在煮羊杂汤了。陶建设脸臊得慌，他急忙坐起来说道：小龙啊，还麻烦你专门把羊腿送过来，你看看，快进来做，不做了我还得去队长家里，明天还要用马车，我得给他说一声。闻言，陶大强说道：明天早上我去你家。行，那明天我等你。我离开后，从外面雪地里抽出一条羊腿，提着就去了许成军家里。看着我拿来的羊腿，许成军有些犹豫，你说你还要借马车，那工分钱。于是我指了指羊腿说：我赵涛。这羊军有些犹豫，你说你还要借马车，那工分钱。于是我指了指羊腿说：我赵涛，这羊腿是干净的，山里冻死的杨牧民家里的，我家在煮羊杂汤的，能吃。行，你把工分钱放下，我写条子，不过明天得换匹马了。随后我笑着掏钱，队长咋说我就咋办。与此同时，魏家这边嫂子梁月梅感叹着，你说小龙这变化真大，明天借马车的事情知道给队长家里拿条羊腿去，也不知道队长家敢不敢吃。那有啥不敢吃的？此时大哥魏建国还在那里分解羊肉，屋子里弥漫的都是淡淡的腥气和煮羊杂的香味。嫂子梁月梅笑着说，这冬天咱们能好好过个年了，柴火也不缺了，小龙真是能干。哎，我也没想到小龙变化这么大。这时侄子魏强突然插了一句，我叔还说要逮鱼去县里卖呢，说一条鱼能卖1块多。大哥魏建国和嫂子梁月梅两个互相对视一眼，想想以前肯定是不会去卖货，但这2天的事情还真不好说。没过多久我就从外面推门进来，大哥停下切肉，抬头问道，是都办好了？办好了，明天一早赶车还要去。说着自己从兜里掏出10块钱递给嫂子梁月梅，嫂子这是今天赚的10块钱，你拿着。梁月梅急忙摆手，这钱我不能收，先前就给了10块了，家里也不缺这钱，你拿着。但我把钱推过去，嫂子你先收了，听我说，我还有事找我哥呢。于是嫂子看了大哥一眼，魏建国点头说，你先收起来吧，小龙啥事你说，我今天去到哥呢。于是嫂子看了大哥一眼，魏建国点头说，你先收起来吧，小龙啥事你说，我今天去到牧民家里，他家有枪没子弹，说有狼，我想着哥你这里是不是还有5、6瓣的子弹，能给我一些不？闻言魏建国立马站起来，从卧室里面取出一个纸包递给了我，有个几10发你都拿去吧。当嫂子梁月梅知道这栋羊是哈里木家的，便说道，人家给了这栋羊那是得感谢人家，等你再去了给人家再买点茶叶啥的。我知道了，山里值钱的东西多，以后多搞点东西咱们家也能富起来。这时侄女魏娟看着魏建国说道，爸等吃羊腿的时候碧石给我和我弟一人一个呀。我心想哈里木家里内森他们玩的时，心头一动，那木炕上几10个碧石，要几个应该没事吧。这一晚上在屋子里喝完羊杂汤，又聊了一会儿家常，在煤油灯下听大哥魏建国给侄女侄子出一些诸如鸡免同笼的问题，我觉得这就是幸福。回到东屋后，自己开始盘点今天的收获，并计划着明天的事。鹿角、水老鼠皮的收益，除去芝麻饼、买茶叶和给陶大强买的手套，还有给大嫂的10块，现在手里加上自己原来的钱还有不到10块钱，但有了大哥给的1包子弹，我有把握明天还能换回1到2头冻羊来，也可以放在哈里木那里，然后去和别家牧民那里换其他东西。看看时间不过10点，自己还没睡意，想着用什么来打发剩下的时间。正想着外面传来了狗叫和脚步声，我披好衣服走了出去，院门外站着来打发剩下的时间。正想着外面传来了狗叫和脚步声，我披好衣服走了出去，院门外站着一个人，看身影是个女孩，于是便喊了一声谁。闻声女孩应了一声，是我顾小霞。我很快就反应过来，这是生产队唯一个大学生顾博远的女儿。据大哥魏建国说，顾博远是10几年前带着女儿来到生产队的，那年代别说大学生，就是初中生都已经是知识分子了。顾博远来的时候女儿才3、4岁，现在算算应该不到20吧。因为特殊原因，顾小霞高中毕业就回到队里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上一世顾小霞好像因为顾二毛的纠缠，最后嫁给了他，又因为家暴离婚，再往后不知所踪。大哥魏建国这时候也开门走了出来，看到是顾小霞，笑着问道，小霞来了呀，进屋来，你爸好的吧？不了，建国叔，我想从你家买些羊肉，我爸病了想给他补。顾小霞的声音很低，能听出来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挺难为情的。闻言魏建国关切地问道，你爸病了喝药了没有？啥病？喝了，我爸说没事着凉了。魏建国急忙转回屋拿了1块羊肉就出来递给我，小龙，你送小霞回去，这黑灯瞎火的不安全。我回屋戴上帽子，提着羊肉就往外走去。见状顾小璐并没有拒绝，而是默默地跟在自己身边，2个人距离1.5米。这年头人言可畏，为了化解尴尬我问道，你爸啥时候病的？昨天我家的柴火不多了，我爸在院子里劈柴出汗着凉了，那不算重发发汗就好了，家里还有药吧？就这样我问一句，多了，我爸在院子里劈柴出汗着凉了，那不算重发发汗就好了，家里还有药吧？就这样我问一句，顾小霞回一句，我觉得没啥意思，便也不说话了。大哥魏建国的意思，外面不安全，而更危险的是那些晚上不好好休息，精力得不到发泄的二流子。我家距离顾家差不多300米，就在走到一半要拐弯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对面不远处有脚步声，身后的顾小霞往后靠了靠，我立刻反应过来，大声喊了一句谁？喊的时候有一个黑影快速的往远处跑去，很快就窜进了谁家的院子，后面不见了。于是我扭头对顾小霞说道，没事了，可能有谁路过走了。可顾小霞心有余悸，她大概率知道那黑影是想做什么，只是没想到以前听说挺怂的我这时候竟然这么猛。到了顾家，我提着肉进屋，看到了躺在床上的顾博远正在睡觉。我嘱咐道，给你爸身边准备好温水，多喝水好得快。说完放下肉就转身出去了。见状顾小霞追了出来，喊了一句，给你钱。这是我大哥说的，给你爸治病的不要钱。我边往回走边想着先前的那个黑影，那会是谁？看身影怎么那么熟悉呢？第二天天麻麻亮我就爬了起来，过去洗漱的时候，嫂子梁月梅正在炒菜，魏建国已经在给我装发糕了。大哥别装那么多吃不了。大哥魏建国低头边装边说，那要是干活饿了，咱多装点，没事吃不了带回来。穷家富路家里怎么都好说，在外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麻烦。嫂子梁月梅一边炒菜一边说，就家里怎么都好说，在外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麻烦。嫂子梁月梅一边炒菜一边说，就是多带点，昨天晚上煮了些羊肉也带上吃肉干活有
近。此时侄子魏强在里屋炕上嚷着：“妈，我也要吃肉。”嫂子梁月梅一听侄子的话，直接就对了回去：“吃就知道吃，昨天晚上还没吃够，你叔是要干活去呢。”家里2个孩子都怕梁月梅，老话说是严父慈母，在魏家是反过来了。我洗完脸，嫂子梁月梅把昨天剩下的羊杂汤给我1碗，剩下的1点分给了魏娟和魏强，而为数不多的羊杂基本上都盛到了我的那一碗里。我看着梁月梅习惯性的动作，鼻子有点酸，我把自己的那一碗里的羊杂分到了魏娟和魏强的碗里，笑着说道：“我喝汤就好，嫂子还把我当孩子呢。”魏建国夹着咸菜吃着说：“那你在我们面前不就是个孩子吗？你才多大没结婚，那都是孩子。”梁月梅笑着说：“那等你们回来我还熬汤，好，指不定晚上我还能拉来1只羊呢，要拉来了到时给俺梁叔那边送半个去。”梁月梅和魏建国对视一眼说道：“昨天文玉过来了，我让他带了些鱼过去，这肉就不送了。”那不一样，吃法不一样啊，羊肉是羊肉的味，鱼是鱼的味。年前我能多跑2趟，说不定能多带回几只羊，到时咱们家过个肥年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梁家没少接济我家，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先是工作，然后是分家置办东西，还债的感觉真不错。吃过饭后我背上挎包就走了出去，刚到门外，然后是分家置办东西，还债的感觉真不错。吃过饭后我背上挎包就走了出去，刚到门外就看到顾二毛正在外面，我有些意外，这货不是和自己闹掰了吗？只见顾二毛还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。小龙啊，听说你要进山带我一个北，我断然拒绝，带不了，我和大强约好了，那马车不能带多人，带多了拉不了东西。顾二毛见我直接拒绝，急忙解释说：“小龙，你听我说，我也不是故意把你被开除的话传给柳如烟的。”顾二毛还要跟着，奈何我走得快，他又在外面动了好一会儿，跟不上就被落下了。特么的不带我是吧？你能去我也能去，不就是山里吗？当谁不能去一样。我还在奇怪陶大强怎么没出现，等到了马号才发现陶大强正在马号外面墙角蹲着呢。于是自己奇怪地问：“大强怎么不去家里，在这里窝着？我看到二毛过你家去了，猜他肯定也找你去山里，想着他要去，我就不一定能去了。”陶大强不笨，于是我笑着说：“不是给你说了吗？我们2个去不带他，以后去也是咱们2个，知道吗？”一听我这么说，陶大强立刻就开心起来，好哩，就我们2个。我找老罗套了马车，便和大强2个一起去了县里，买了砖茶和盐，想了想又买了2包方糖，称了半公斤散的水果糖。因为熟悉路，赶到哈里木家东窝子的时候比昨天还早一些。东窝子边上，哈里木已经从东窝子里出来了，看到我和陶大强，哈里木主动伸出手来，我和他重重握了一下手。哈萨克族是非常重视礼节的，哈里木把我和主动伸出手来，我和他重重握了一下手。哈萨克族是非常重视礼节的，哈里木把我和陶大强请进了东窝子。进东窝子里，我看到火炉边上的东西，瞬间眼前一亮，发现火炉边上放着3只鹿角，个头都比自己昨天拿到的大。我只是看了一眼，然后就把买来的东西交给哈里木，这是茶叶、盐还有方糖。哈里木的妈妈不会汉语，接过东西，笑着招呼我们坐下，然后让哈里木的妻子给兑奶茶，他则把水果糖抓出1把来分给自己的孙子。我们上了木炕之后，哈里木也坐了过来，说道：“昨天你们走之后，我就去找其他放羊的人，的确有人家里有冻死的羊，他们不要钱，要茶叶，我给了他们茶叶，拉回来2只羊，还有那个。”他指了指鹿角。见状，我从兜里掏出纸包来递给哈里木，这是20发子弹。哈里木拆开纸包看了看，高兴坏了，真太好了，昨天晚上狼来过来了，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觉，有了子弹，我就能把狼打掉了。兄弟，你真帮了我的大忙了。我喝了一口奶茶，笑着说：“咱们是互惠互利嘛，你帮我找到了冻羊，找到了鹿角，我帮你找到这些东西都是应该的。对，互相帮助，等冬天过去，春天来了，我能打到野猪什么的，你过来拉。”中午，哈里木给我展示了一下哈萨克汉子是怎么在几分钟之内把羊宰掉的。我一直在拒绝阻止哈里木宰羊，但哈里木一家人都认为这个羊必须宰，不然就对不住我这个亲密的客人。中午做饭时间，看着他们堆放在人都认为这个羊必须宰，不然就对不住我这个亲密的客人。中午做饭时间，看着他们堆放在角落里的碧石，我心头一动，对内森说道：“你的石能给我几个吗？”内森没听明白，倒是哈里木对内森说了几句后，小内森看了看碧石，又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手里的水果糖，然后就把那些碧石都给推了过来。我笑着说：“要不了那么多，我有侄子侄女，他们喜欢这个，所以替他们要几个。”吃过羊肉，喝了羊肉汤，这才心满意足的出去把2只冻羊放进马车里，然后自己打算再搞些松木装车上。哈里木指了指东窝子后面，我昨天去搞了一些没回来，不过因为骑马去的带的不多，你们拉上吧，我们距离那煤矿近隔几天就能带一些回来，等你们下次来我就能带回来更多的煤了。我知道哈里木固执，便没再拒绝。我掂了掂这3根鹿角，差不多有10来公斤，按收购站内人的话，怎么也能卖个30-40块钱了。这下兜里又要有钱了，你们还需要什么都给我说一下，有空我去找其他人，碰到了可以换来。有了子弹，哈里木胆气壮了很多，也能往更远的地方跑了。他觉得欠了我许多人情，自然希望能够帮到我。于是我想着说道：“能打到野猪的话，野猪的肚子留下来最好了，等夏天也能卖上钱，还有蘑菇。”辞别了哈里木一家，我和陶大强2个再次到了县城。我再次提着3个鹿角进了收购站，这一次里面的人不是陈红军，而是一个中年女人。女人看着我提着鹿角，心头一喜，不过面上还……这一次里面的人不是陈红军，而是一个中年女人。女人看着我提着鹿角，心头一喜，不过面上还是很平静，问道：“你来卖鹿角？”看不是陈红军，我没有直接回话，而是问道：“先看看价格吧。”女人拿起我放在柜台上的鹿角，仔细看了看，说道：“这鹿角看着还不错，不过有列给你2块钱1公斤，这已经是高价了，怎么样？”闻言，我便收起鹿角，就准备离开，心想那等陈红军来了再说，2块钱1公斤，那要少卖10几块钱的一只小羊没了。女人也是有任务的，但没想到我已经拿着鹿角走到了门口，着急说道：“那就3块，不能再高了。”行，我转身把鹿角放下来，拿到钱便赶着去了百货大楼。我问陶大强需要买什么布，陶大强摇了摇头说：“不了，我啥也不缺。”进了百货大楼，我先在食品柜那里买了1公斤水果硬糖，这是给魏娟和魏强的，然后是2包方糖，还有2瓶罐头，这些加起来不到10块钱。我又去问了自行车和
缝纫机，28加重的永久自行车要167块钱，缝纫机要85块钱，都要票，可惜自己没票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对陶大强说，这回拉回来2只羊，我给你分半只。陶大强急忙摆手，不要不要，龙哥我真不是和你客气，这羊肉要拿回去下趟我就没办法跟你出来了。我爸想让我哥跟着你，我不让，我说你只让我跟，我爸还说让我后面记着路让我跟我哥上山。我有些意外的看了陶大强一眼，我意外的不是陶建设出的这个主意，后面记着路让我跟我哥上山。我有些意外的看了陶大强一眼，我意外的不是陶建设出的这个主意，而是意外陶大强会把这件事说出来。不过很欣慰，觉得自己没看错人。陶大强是认死理的人，他觉得我对他好，那他就不会背叛我，除非我先背叛他。没事大强，这羊你该拿还得拿，不能让你白跟着我跑，再给你个羊腿吧，木头给你多留一些可以吧？好好龙哥，后面我还跟着你。2个人赶着马车往回走，今天我又进山去了，这让不少人再次开始猜测我能拉回来什么，就连队长许成军的老婆马红梅也在猜测着，你说这回卫龙那小子能不能拉回木头？肯定能，许成军是带人进过山的，虽然山上路不好走，但他清楚我第一次能拉回来木头，说明我已经掌握了一条进山的正确路子。他比村里许多人都见过山里的情况，自然知道那栋羊不可能是捡的，那说明对方肯定已经在山里有了人脉。此时马红梅还想着那只羊腿，那你说他今天能不能再捡羊回来？许成军点头说当然能，说不定还不止一只，那会不会再给咱家一条腿或半只羊？你想啥呢？你和人家啥关系？人家给你送那么多东西，他家借马车公分给了羊腿送了，还想啥？闻言马红梅讪讪地说道，我这不是想着这位家小子挺懂事的吗？懂事就更有分寸，给咱一条羊腿那是礼，给一只羊凭啥呀？人家猪迷信了，你咋没把自家的肉给人家分一些呢？此刻马红梅脸涨得通红，却还是小声说，人家猪迷信了，你咋没把自家的肉给人家分一些呢？此刻马红梅脸涨得通红，却还是小声说道，我就是想着如果再有羊肉给俺爸那里拿些嘛，那让你兄弟明天一早过来套马车去山里，能搞到是运气，搞不到也没办法。许成军卷着烟说道，不要光看别人吃肉，人家有人家的关系，咱也别光眼红。那我弟也不知道咋去啊。闻言许成军头也没抬，我带他去我知道进山的口子，但能不能搞到羊不知道，不过能搞到木头也不错。我看魏家小子搞到的木头都是上好的松木，放下来春天打家具挺好。当我和陶大强一前一后牵着马车出现在生产队的时候，侄子魏强抬头看着远处的马车，吸溜了一下鼻涕，收起自己还在冰面上快速旋转的老牛，向着马车冲了过去。倏倏，看着魏强冲到了跟前，我从挎包里抓了一把糖递给他，给跟你朋友分去吧。我笑着又从挎包里掏出一把糖递给陶大强，大强，给你拿着。陶大强犹豫了一下，但没有拒绝，他其实也好久没有吃糖了。让我和陶大强有些意外的是，这回不光陶建设在，陶大强的大哥已经分家出去的陶大勇和他媳妇马春红也在。我一看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也不废话，指了指车上说道，这车上一半木头是你家的，正好你们都在，那就一起卸车吧。看车上这么多木头，陶家人的脸上都乐开了花。昨天只是几个木头，而且不大，就在我准备回家时，陶建设已经看到了车底下还有洞羊。昨天只是几个木头，而且不大，就在我准备回家时，陶建设已经看到了车底下还有洞羊，他歇急了，轻咳一声给大儿子大勇使了个眼色。见状，陶大勇没办法，只好主动开口，那个小龙啊，我看车上还有羊啥的，是不是也有俺家大勇一份？而我一边捆一边说道，有条羊腿，等回家我把羊卸了腿后让大强过来拿。这时陶建设忍不住开了口，我看那2只羊就只给一条腿啊。陶大强快羞死了，着急说道，爸，那羊是龙哥换的，和我没关系。可陶建设瞪了陶大强一眼说道，你闭嘴，出去干活见者有份，你出力了，那就得争你那一份。然后看向我，看自己给个什么解释。只见我扭头似笑非笑的看着陶建设，建设叔，你不会以为是这羊真的我捡的吧？我给大强一条羊腿，就是因为他出力了，其实我也可以不给的，因为木头我给了你家一半，这才是大强出力该得的。说完没多解释，牵着马车就离开了陶家的院子，而陶大强气得一跺脚追了上去。等陶建设反应过来，小儿子已经不见影了，混小子气死我了。陶建设骂了一句，扭头进了屋子。陶大强赶上马车，讪讪的对我说，龙哥我爸他没事，你爸是你爸，你再说了，你爸替你争利益也没错，只是他有些贪心了。其实我并没有生气，这年头谁家都不富裕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这句话其实在有些时候还是挺适用的。见我真的没有生气，陶大强才松了口气，而此时大哥魏建国已经在门口，还是挺适用的。见我真的没有生气，陶大强才松了口气，而此时大哥魏建国已经在门口等着了，看到我们过来急忙迎了上来，上下打量了一下，松了口气问了一句，没冻着吧？没有，还吃了顿好的。哈哈，那就好。魏建国闻到了羊肉的膻味，知道弟弟这一天应该过得不错，笑了。大哥魏建国看到车上的煤有些意外，你们还搞到了没？碰到了个认识的，他家里没多，我拿东西换的反正也不多。此刻看热闹的有人忍不住了，开口问道，小龙啊，你这羊还是捡的吗？我开着玩笑，差不多呀，这2天我运气好。只听有人又问道，这么好捡啊？那我也捡一下去，你怎么进的山了？于是我指了指在这里能看到的山口说道，看那里没有就从那里进去就好。望山跑死马，没人带不认路的话，就算看到山口都不知道怎么进去，哪怕找到山口都有可能迷路走岔路，太正常了。把东西卸干净后，我巧声给大哥魏建国说，大哥卸羊的时候给大强拿条腿。魏建国有些疑惑，就一条腿？就一条腿行了，以后他吃肉可以到咱家拿，现在拿多了他也吃不上。我把陶大强留在家里，又去了队长家里。许成军笑着问道，小龙啊，车赶回来了。我看许明娃再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糖递给他，明娃吃糖，
看你把娃娃惯的。许成军笑呵呵地说道，紧接着又问小龙啊，我给你说个事儿，我想你可能还要借马车，不过刚才就这一会儿，队里的马车已经让人借光了。不过想想也正常，我想你可能还要借马车，不过刚才就这一会儿，队里的马车已经让人借光了。不过想想也正常，自己这2天的收获肯定是会让人眼红的，都想去试试。这样啊，那算了，队长，我想打听打听你这里有没有自行车票、缝纫机票。等春天到了，赶马车就有点慢了，如果能搞辆自行车，那挣钱的速度就快了。闻言，许成军也没说有也没说没有，这个票嘛，我倒是可以打听打听。我回到魏家的时候，只有大哥魏建国正在卸着羊，其他人都回家了。大哥魏建国一边剥着羊皮一边问道，明天你还去？我上前边帮忙边说，去不了，队里的马车让借光了。正在切着羊肚的嫂子梁月梅说道，借光了？是啊，我去队里找队长的时候，队长说的。看来有人眼红。闻言，嫂子梁月梅便说道，那正好明天休息，这2天小龙也累坏了吧？我笑着说，其实也没多累，今天中午还在人家家里吃了一顿手抓肉呢，那真不错。梁月梅有些惊讶地看了自己一眼，没想到我现在能和人交流到这个地步。大哥，我打算今天晚上做个爬犁，你知道不知道谁家有锯？咱家就有，做多大的爬犁？于是我比划了一下，人拉的不要太大的桌子，那么大就行了，木头条子架上就行。我打算明天砸冰窟窿抓些鱼，后天一早到县里去卖。那明天上午我跟你去整鱼，下午咱们搞爬犁。晚饭过后，我看侄女魏娟和侄子魏强2个在炕上玩，突然想到了自己拿回来的壁石，便去东屋掏了出来。女魏娟和侄子魏强2个在炕上玩，突然想到了自己拿回来的壁石，便去东屋掏了出来，拿到了炕头上。娟，给你和你弟一起玩。当我把壁石撒到炕上的时候，侄女魏娟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发出惊喜的尖叫，阿叔，这是给我的吗？于是我笑着说，是啊，我山里的朋友家里挺多的，我就要了一些。叔，你太好了。这惊叫把嫂子都给引了过来，她手里拿着锅铲，瞪着魏娟大声呵斥着，叫啥叫？那么大声音顶棚都吼翻了。往常的话，魏娟让这一吼立刻就悄悄了，今天她却没有捧着那些石对着梁月梅兴奋地说，妈，你看我叔给我们要的这么多壁石啊，打花才5个就天天宝贝似的碰都不让我们碰，这下我让她看看去啥叫多。梁月梅看着那些壁石，又看了看女儿的表情，神情缓和下来，不过还是又板起脸，那后面再说过来端碗吃饭了。又看着我像责怪的说道，小龙你就惯着他们吧，那是我侄子侄女呢，不惯他们惯谁？闻言魏建国呵呵笑着，美美的抽着墨盒烟，这日子真舒坦。正喝着羊杂汤，外面传来了脚步声，我一听那重重的脚步声就知道是陶大强来了，站起身还不等陶大强敲门就把门打开，大强来了呀，快进来。只见陶大强脸上带着几分紧张和气愤，龙哥我不进了，我听说好几家都借了队里的马车，明天要进山，但我还是把他拉了进来，我知道了先做。看梁月梅要给自己盛羊杂汤，陶大强急忙拒绝，但我还是把他拉了进来，我知道了先做。看梁月梅要给自己盛羊杂汤，陶大强急忙拒绝，婶子别盛了，我吃过了。嫂子并没听他的，吃过了再喝一碗也没啥。于是陶大强看着我，指望我能拿个主意，才有了收获就让别人截胡了，他心里真有些不舒服。咱们明天去砸冰窟窿抓鱼，你有没有空？陶大强眼睛一亮，有啊，抓了去卖，不过别和别人说呀。好好好，我一定不说，我爸我哥也不说。这时陶大强接过嫂子端过来的羊杂汤，五味杂陈，昨天拿回去的羊腿已经不见了，刚才提回去的羊腿父亲也没说做羊肉吃，到了晚上喝的玉米面糊糊还是凉的。看着陶大强很快将一碗羊杂汤喝完，梁月梅要给他再盛一碗，陶大强急忙站起身要拒绝，不过碗已经被接了过去。等再接过碗时，看着碗里盛得满满的羊杂，陶大强眼睛一红，眼泪差点落进去。这是外人吗？自家人连外人都不如。我看得出来陶大强有心事，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剩下的钱不少，在自己心里这钱还有陶大强一份，但眼下还不能给他，等后面再说吧。眼下要紧的是怎么先把自行车的钱挣够了。第2天吃过早饭，大哥，我和陶大强带着魏娟魏强一起去了小海子。快到小海的时候，远远看到有出村的马车，自己心想这时候才出门，还想去山里拉木头，这是做白日梦的吧？看着雪地里的脚印后我说道，这2天有人来过这里，应该也是来捞鱼。大哥魏建做白日梦的吧？看着雪地里的脚印后我说道，这2天有人来过这里，应该也是来捞鱼。大哥魏建国笑着说道，小海子是公家的，你能捞别人肯定也能捞，要是能再逮到一只水老鼠就好了。那不容易，这玩意儿冬天都在水底草里面，有的干脆就冬眠了不好逮。陶大强没说话，但眼睛亮亮的，他也期待着能逮到一只水老鼠，那玩意儿一只顶好几条鱼。当赶到小海子的时候，果然发现冰面上出现好几个冰窟窿，不过这几个冰窟窿都已经再次结上了厚厚的冰。陶大强摸了摸帽子问道，龙哥咱们要重新凿冰吗？不用，原来咱们不是用雪填的冰窟窿吗？现在把雪清掉就行了。大哥魏建国给2个小孩分配任务，娟、强强你们去抱那些毛尾子。很快他们就找到一大堆，他们把毛尾子分成2堆，分别在2个冰笼跟前不远处。这时候我和陶大强2个已经把冰窟窿上的雪给掏开了，很快就把冰窟窿给敲开，然后说道，等会儿应该就有鱼过来了，这里砸过几次鱼，一开始应该不会多。大哥魏建国一点也不贪，有就行，总比天天吃咸菜强。陶大强一直没说话，高大的身形却弯着腰盯着水面使劲的看着。大强看不到的冰窟窿太小，你要是着急就拿着抄网捞几下，现在捞不就把鱼吓走了？陶大强犹豫着，此时就听侄子魏强在冰面上喊着，捞一下捞一下。侄女魏娟拍了一下弟弟，捞一下捞一下，把鱼吓跑了怎么办？来自血脉的压制让魏下捞一下。侄女魏娟拍了一下弟弟，捞一下捞一下，把鱼吓跑了怎么办？来自血脉的压制让魏强立刻就住了嘴，甚至屏住呼吸。陶大强捞过一次有经验了，于是弯腰把抄网伸进冰窟窿里面，转着圈使劲一抄，抄完后迅速的后仰把抄网掏出来，反着往冰面上使劲一拍。可就在这时，魏强眼尖立刻尖叫了起来，有鱼，活的，好大一条鱼！娟、
强强，你们把鱼捡起来堆一块。看着有鱼，陶大强兴奋起来，但又有些不满足，于是他立刻弯腰再来一网，结果这一回还不如上一回，网里就只有2条鲫鱼。去那个冰窟窿吧，这边鱼还没过来，得透一下气。陶大强有些不甘心，却也知道没办法，只能把抄网递给我。我动作没陶大强那么大，只是在水下将抄网慢慢转了一个大圈后就收了回来。挖大鱼，小叔的网里有大鱼。就听到侄子魏强已经大叫了起来，并快速跑过去要抱着那条鱼，但草鱼的生命力很强，直接一尾巴扇在了侄子魏强的脸上，小侄子的脸直接就被扇红了，但他倔强的不松手，死死的扣着草鱼的腮盖。见状，大哥魏建国急忙过来，从魏强的手里接过鱼来。好了好了，这鱼你捉住了。强强，好样的，把其他鱼也捡起来放袋子里吧。看着侄子的眼睛里憋着泪，我知道这一下是真的扇疼了，急忙转移小家伙的注意力。见状，陶大强也夸了一句，强强真是好样的，那草鱼的劲可大了。被这么多夸2家伙的注意力。见状，陶大强也夸了一句，强强真是好样的，那草鱼的劲可大了。被这么多夸2句的魏强，心头那股子委屈劲儿立刻就涌了上来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好疼啊，大叔，这鱼打得我好疼啊。我急忙说道，强强不哭啊，等回去让你妈把这鱼做了给你吃，给你报仇可要记住这条鱼。闻言，侄子魏强抹了一把眼泪，深深看了一眼那鱼，说道，那好吧，这鱼估计今天就得进肚子里。快到中午开饭的时候，陶大强想回家，但被我和大哥强拉着留下来吃饭。本想拒绝的他其实也知道回去也不一定有他的饭，也得自己做，但累了一上午了，他不想动弹。大家都饿了，快速的洗手准备吃饭。这时大哥魏建国说，下午你们2个去就行了，我下午拿锯子锯木头做爬犁，争取你们晚上回来的时候把爬犁做好。闻言，我一边扒着饭一边说道，好，希望我们下午能多逮点。那要逮多了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去卖鱼吗？陶大强抬起头来问道。我郑重的说道，明天要早走比到山里还早，不然的话鱼卖不掉还容易被抓。这年头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，但卖东西还是有点危险的，真正到了明年开始小商小贩才逐步放开。陶大强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自从跟我们在一起算是有点见识，但越有见识烦恼反倒越多。他已经知道父亲偏心，哥嫂对自己也不算好，父亲的教育方式他又不认同，所以很痛苦。现在天天和我混在一起，未尝不是一种逃避。父亲的教育方式他又不认同，所以很痛苦。现在天天和我混在一起，未尝不是一种逃避。吃过午饭，我就和陶大强2个穿戴好，准备去往小海子。半路上，陶大强猜测着，也不知道今天出去到山里拉木头的人有没有收获。管他呢，他们有收获了也不会分给咱们一点，没有的话，估计其他人也会早早借马车去。咱们就搞好咱们的，尽量的多抓鱼，希望明天卖好价钱。2个人到了冰窟窿的地方，很快，陶大强第一网就上来了，这回没让他失望，一网捞出3条1公斤以上的鱼，算丰收了。拿着准备好的尿素袋子，我开始一条条把鱼往袋子里捡。他捞了7、8网，越往后鱼越少，我干脆就让他停下来了。休息一会儿，我点火，你烤一下，待会儿我来捞几网。陶大强讪讪的笑笑，他刚才都忘记让我来捞了，你看看你衣服上都湿了，待会儿好好烤一下。陶大强笑着听话去烤火。等太阳西斜的时候，我看了看2个人捞到了20多条大鱼，还有10来公斤杂鱼，然后说回吧，回去还要看看爬犁搞好没有。虽然陶大强还有些不满足，但知道再搞估计也搞不到多少。快回到魏家的时候，我们2个看到有马车从西面赶回生产队。陶大强看着马车有些意外的说道，他们没捡到啥东西啊？你当是谁都能找到进山的路，能捡到松木啊？进山的口子那么多，进错了，进山里找不对路都有可能的。陶大强这才知道我带着他进山时给了他多大的信任，是真没对他设防啊，路都有可能的。陶大强这才知道我带着他进山时给了他多大的信任，是真没对他设防啊。他心想着自己就算记着路，也不能对父亲和哥哥说，说了就对不起龙哥了。我对那个赶马车的不在意，于是和陶大强2个匆匆回到魏家，把鱼放到厨房里，然后就匆匆去了东屋。陶大强就让我给他讲吴城的事情，我捡着记忆中的一些讲着。陶大强一脸的向往，长这么大他县城都没去过几次，更别提吴城了。于是我忍不住说道，等以后咱们赚了钱，我带你去吴城转转。陶大强满心期待的答应下来，他现在更期待明天卖鱼能卖到多少钱。这时魏强过来喊2个人吃饭，看到桌上的那盘草鱼我乐了，果然侄子报仇不分早晚，这带着草鱼回来晚上就炖上了。大家都坐上桌一起吃了起来。陶大强依然低头慢慢吃着，如果不是我时不时的提醒他一句，他甚至都不怎么加鱼，只是用鱼汤泡着玉米饼子。于是我笑着给他说，这可是强强的仇人，咱们一起把他消灭掉，你多吃点鱼肉。陶大强应了一声。魏强说是要报仇，但实际上只吃了一筷子草鱼就转向了旁边的鲫鱼，主要味道淡而且缺油。我在想着明天卖完鱼得到黑市上看看有没有卖清油的，这年头什么都要票，家里的粮票倒是有一些，但其他票并不多。大哥，明天给我拿些粮票，我卖了鱼买些粮回来，光吃粗粮你看娟和强强都不好好长。行，大哥。魏建国嚼着玉米面饼，鱼买些粮回来，光吃粗粮你看娟和强强都不好好长。行，大哥。魏建国嚼着玉米面饼子，感觉分外香甜。其实我知道熬过这大半年就好了，好日子就要来了。吃过饭，我给陶大强叮嘱了一下，让他明天早上早点过来。陶大强应了一声就离开了。嫂子梁月梅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道，大强这孩子挺老实的，可不能亏了他。魏建国卷起墨盒烟，边卷边开始给2个孩子讲故事。我们这里以前那100多年前号称金板玉底，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当时的马河呀，河底有金矿，河源有玉矿，那时候的不少富户啊就住在现在的破城子。原本已经打算去睡觉的我听到这里，啪了一巴掌拍在自己的大腿上，懊恼地说道，我怎么这么笨，把这件给忘记了。他这一巴掌拍得太响了，厨房那边的梁月梅都听到了，急忙过来问道，啥？想起来啥事了？我又拍了自己脑袋一巴掌，玉啊，咱们南山里有玉矿啊，牧民还问我要留一啥玩意儿，我把这个给忘记了。马河碧玉是出过国宝的，在清时就在这里开过玉矿，虽然玉质不如和田碧玉，但上品的籽料碧玉也是非常难得的。哈里木他们世代居住在
山里，肯定是知道哪里有碧玉的。上一世，从85年开始一直到我离世前，马河那边只要洪水过后河道干的时候，每天都有不少人拿着矿泉水瓶子在河道里捡玉。看到像玉的石头，拿瓶盖上钻了眼的矿泉水瓶往石头上歇水，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玉了。是叫像玉的石头，拿瓶盖上钻了眼的矿泉水瓶往石头上歇水，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玉了。世纪初的时候，每年都有人在河道上流发现非常重的大块碧玉，重从几十公斤到几吨都有。魏建国笑笑，那有空过去问问就知道了，那玩意儿又不会跑，现在玉不见得比粮食贵。闻言，侄子魏强大声说：“叔，你才不笨呢，叔最聪明了，呱呱鸡都能抓到，还能换来币10亿，别人都没这个本事。”哈哈，强最乖了。回到东屋，我想着刚才魏强说的呱呱鸡，既然明天卖鱼，那是不是再去看看有没有呱呱鸡，逮几只呱呱鸡去卖也可以啊。想到就做，我抄起手电筒，戴上手套和帽子出门，拿上抄网和尿素袋子就往东走去。走出几百米后，我就知道这一趟恐怕要跑空了。我走过的痕迹有脚印跟着走过去，显然想抓呱呱鸡或者知道呱呱鸡位置的可不止我一个。好在我知道的呱呱鸡容易藏身的位置不止一处，于是提着手电一路走到上一次逮呱呱鸡的位置，果然一只也没有。那就换地方，在雪地里趟着往前走。我喘着粗气，有些后悔了，太难走了。不过既然来了，都走这么远了，也不差剩下的几百米了。突然有个黑东西一下子从旁边窜了出去，我吓了一跳，打开手电照了一下，看到半个白屁股的灰影，原来是野兔子啊！野外的好东西真多。我照着看着野兔子在雪地里窜到没影了，才关了手电。于是我计划等下一次下雪的时候过来追兔子，再下点兔子套。这玩意儿肉没影了才关了手电。于是我计划等下一次下雪的时候过来追兔子，再下点兔子套。这玩意儿肉比呱呱鸡的多。很快我就接近了第二个呱呱鸡藏身的地方，放慢的脚步，小心翼翼的往前摸了过去。只见成群的呱呱鸡就会在鸡草的根部卧下来避风取暖。我虽然没开灯，但现在天光还算亮，隐约能看到鸡草旁边有黑坨坨，应该就是了吧。于是自己慢慢走过去，打开手电晃了一下，果然许多只呱呱鸡挤在鸡草根部取暖。虽然手电光把正望向这边的几只呱呱鸡给惊动了，但它们并没有飞走的想法，只是晃了一下身子继续窝着。我上前蹲下身子，用抄网轻轻的捂了过去，这一网就捂中了4只，如果不是有鸡草挡着，还能捂着更多。进抄网呱呱鸡立刻就惊慌起来，我急忙从网下面伸手进去，抓着呱呱鸡就往尿素袋子里塞。网外面的呱呱鸡已经开始爬起来，但因为有鸡草挡着，它们也没办法立刻飞起来，就只能往远离我的地方跑。雪很厚，深一脚浅一脚不方便，导致呱呱鸡还没跑几只，我下一网已经捂了过来。就这样，我已经抓到了11只呱呱鸡了，算大丰收。提着这6、7公斤重的收获，我美滋滋的往回赶。虽然回去的路很长，但心里却感觉很舒服。明天把呱呱鸡留几只在家里，剩下的提着河鱼一起卖，应该能。心里却感觉很舒服。明天把呱呱鸡留几只在家里，剩下的提着河鱼一起卖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吧，毕竟是野味。回到家已经是40分钟以后的事情了，我累得气喘吁吁，觉得下次干脆去鸡草那里比较好，不用绕远路了，不然的话多走好一段路划不来。回到自己屋子，我把呱呱鸡袋口扎好，放在墙角，换上布鞋。我正脱衣服准备烤一下，就听到门响，抬头一看是队里张家的张前进。张前进30岁左右，别看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，但也是要管大哥魏建国叫叔的。他看到我笑着说道：“小龙干啥去了？刚才过来就看你没在。”我和张前进不熟，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道：“睡不着，出去转一圈有事。”张前进碰了个软钉子，也不脑子来熟的坐在炕上笑着说道：“是有事，今天我借了队里的马车，打算学你去山里拉些木头回来当柴火。结果到了清水河，剩下的路就不知道怎么走了，勉强牵着马车到了山口，又找不到哪里有木头，最后捡了一些树枝回来了。”我嗯了一声没说话。张前进有些郁闷，按我以前的热心肠，这时候自然是会主动给他指出来路应该怎么走了。他今天借马车和我一样花了1块6的钱，而且因为不甘心又花了1块6借了明天的马车。如果拉不回来有价值的东西，那这3块多钱不就打水漂了？所以虽然我不冷不热的态度，如果拉不回来有价值的东西，那这3块多钱不就打水漂了？所以虽然我不冷不热的态度让他有些尴尬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：“你看你一出手就拉回来那么多木头，还捡到了洞养我们呢。”去了3架马车，就队长带着他小舅子的马车，因为找到一条进山的路，拉了一段松木回来了。那木头我看也只能烧柴，没办法当材料用，还是你小龙厉害啊。张前进夸着我是因为他记得以前我是非常虚荣的，受了别人的夸，那肯定就会竹筒倒豆子一样，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出来。然而今天我听了他的话，却仍然是不冷不热的回了一句，便再没有其他话。张前进听到门后墙角有什么东西在扑腾，不过他此刻心思全在怎么套出进山的路，没想其他。其实他和其他赶车的都觉得，就算不认识进山的路，只要跟着我的马车印就能找到地方。但他们忘记了山口那里是有风的。我们的确是从清水河那里进的山，但山口风大，我进山的车辙印当天晚上起风吹雪就把印子盖没了，所以才有出师不利的结局。看我死活不说，张前进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问道：“小龙，那你能不能给哥说一下那路怎么走？你给我说了，等我拉木头回来，给你一塔节木头怎么样？”我心说不怎么样，你爹就是好占便宜的主，你也一样。这便宜话说的挺好听，真正办起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再说了，我平时的主你也一样，这便宜话说的挺好听，真正办起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再说了，我平
凭啥要把路线告诉你啊？于是我指了指南面，我就是从清水河那里进的山，那山口那么大，顺着方向走就是了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？就是找不到啊，那里那么多沟还有渠，生产队外面还长着那么多的灌木，根本就没啥路，我们过去是硬烫啊。张前进让我看他的手，手上有不少小口子，都是硬烫的时候被灌木刺扎的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就是那么走的呀。进了清水河，然后拐几顺着山口的方向就过去了。我倒不是吃独食，主要是这几个人有些过分，相当于把我的路给断了。你都把我的路给断了，还指望我给你指条发财的路？张前进从我这里问不出来啥，只好悻悻离开了。他在路上发了狠，我还不信离了你卫龙，我就找不到进山的路了。等我捡到洞阳回来，看我不臊死你！张前进离开后，我快速的脱掉衣服，吹灭灯，进了被窝。相信如果自己这边亮着灯，肯定还会有人